伊朗戰事又起哈。我們現在這個在我們節目裡面的特別來賓是顏蔚慈議員、蘭萱小姐、王鴻薇委員、洪孟楷委員、唐湘龍先生啊。就說哈，大家以為川普已經講了37次了，事先給他統計，這再3天就和談了，再3天就和談了，沒想到又打了哦。然後呢，川普說伊朗打電話叫我們停火，也不知道講真假了。現在川普講的話就聽聽就好了哈。那說很快就會停了，放心好了哦。美軍射了49枚戰斧飛彈去炸這個伊朗啊。那另外呢，伊朗呢就把荷木茲海峽又關了。伊朗的招現在就把荷木茲海峽關了，看你怎樣哦。然後呢，所有船只都會被攻擊，只要過來我就打你哦。那另外呢，這個。伊朗呢，他去打科威特跟巴林的美軍基地，所以科威特把領空都關起來了哦。川普說，伊朗不簽協議，我們就把伊朗炸掉。副總統范斯說，美國現在同時跟溫和派跟極端派交涉，哦，總統這邊算是溫和派哦，然後呢，這個衛隊那邊算是這個激進派，哦，兩派都要一起交涉。那美國中央司令部說，伊朗沒有跟美軍軍艦交戰，也沒有關閉海峽，奇怪的，各說各話啊、哦。那另外呢，阿曼外海有一個掛帛琉的一個油輪，居然被美國打了1傷2失蹤，我看是誤擊的啊、哦，所以這種打仗真的很麻煩啊。22個國家要求伊朗停止攻擊民眾，說伊朗呢策劃歐美多起陰謀，伊朗那麼厲害，在22個國家。這個策劃陰謀，我也很懷疑了哈。那另外呢，川普說美軍有秘密任務，哦，要向申請船只提供航線的坐標，因為呢有1億桶的石油通過，所以呢荷姆茲海峽有一個隱藏航道，哦，很可能是利用阿曼的航線哈。川普自己講啊，他說我已經保護了這個100艘以上的船通過了，否則的話呢，油價1桶要上200美元，反正川普隨便他講啊。另外，川普說呢，我愛通膨，哇，這一講美國通膨還得了？你說愛通膨呢？川普說被你們斷章取義。我的意思是說，我愛通膨是說，在這次打仗的期間，通膨的升幅低於預期，所以我愛這種通膨，我愛低於預期的通膨，這講是什麼鬼話？看一下。Well,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美伊停火徹底破局，美國總統川普痛批伊朗光說不練，指責德黑蘭刻意拖延談判，現在必須付出代價，證實美國將恢復轟炸伊朗。But we hit them hard yesterday, and we're going to hit them again hard today. We were really close to a deal, but they keep tapping us along. 美國防長赫格塞斯也直言將改用炸彈來談判。You can see when someone's trying to tap on a deal. Instead, they're going to have tap bombs dropping on key facilities in Ira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roughout, Iran has an opportunity to make a deal. 報復行動說到做到，為了回應阿帕奇遭擊落，美軍10號對伊朗發動一連串空襲，甚至轟炸2座位於南部的水庫，導致當地至少2萬人在45度 C 高溫下沒水可喝。同時，在阿曼灣發射導引炸彈，打擊一艘違反封鎖令又不聽勸的油輪，釀成船上3名印度籍船員失蹤，引發印度當局強烈譴責。اما اینجوری هم نی اگر خواستن اونها نسبت به عزت ما خاک ما و سرزمین ما تجاوز کنند ما تسلیم خواهیم شد یا کوتاه خواهیم اومد خواب یه چنین چیزی رو ببینن 面對美軍強勢轟炸伊朗，不甘示弱。革命衛隊不僅釋出週3發射飛彈打擊美軍位於中東的基地畫面，更放話將再進一步襲擊。不過，根據外媒報道，談判大門並未完全關上。據傳，卡達代表團已經抵達德黑蘭，正努力居中斡旋停戰計劃。來，孟凱怎麼看？我看現在這個已經超過100天的美伊的戰事哦，已經不是所謂當初美國講的有限的軍事行動，看起來根本就是已經這個宣戰了。但是我們要問的是說有宣戰嗎？以及美國至少過去到現在派兵都需要經過國會的同意，所以說是不是也面臨到一個時間點，美國政府也要尋求國會的支持？但是我看到白宮的記者會哦，對比2天前那個川普總統他去看紐約尼克隊的這個 final， 然後被拍到說他在打瞌睡或者什麼的情況，其實
美國總統川普回到白宮之後，又恢復他那個好像自信掌握一切的一個狀態，甚至還講是說他發射了49枚的戰斧飛彈，還說不排除再用直升機再去做地面轟炸。那這樣的一個情況，其實就是把美國跟伊朗變成是一個直接開戰、直接交火，也無怪乎有評論員就直接講是說，這根本就是第3次的波灣戰爭了哈。可是我覺得這個要看得出來是現在這個收尾有點困難，而且困難的點在哪邊？前2天有一個華爾街的評論員，他特別講到是說，有可能現在所謂的通貨膨脹戰爭會是一個很好的完美借口。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因為現在美國本土也面臨到通貨膨脹的這個物價全面上漲，那全部的一切歸因都可以講說，因為現在還是持續戰事在發生。那如果說戰事真的停擺的時候，通貨膨脹還是沒有降下來的話，那可能馬上就會破功。也因此，這個評論員特別講是說，川普總統說不定還希望說這個戰事能夠稍微拉長一點。當然，這是他評論員的一個講法。可是大家有沒有一個即視感？什麼即視感？我拉回國內講啊，從去年到現在。每一次執政黨講到什麼東西不能做啊，這個電燈不能亮啊，衛生紙沒有，都說是藍白3預算。藍白3預算好像是變一個完美的借口，所有任何事情，甚至他有一些團體補助案沒有拿到位的時候，明明沒有這一個預算編列，他也可以講是說，哎呀，因為藍白3預算。所以換言之，這就是一個完美的借口嘛。那當然，現在總預算已經都在立法院實質的審查，而且大家也都知道，90%以上的預算、人事、行政費用以及延續性計劃本來就可以按照編列。所以最後我只講一點啦，趙先生，其實我自己一直很關心的一點是，因為這個禮拜6世界杯足球賽，全世界最多人觀賽，也最多人參與，而且這一次是首次48個隊伍參加的比賽，就在美國本土以及加拿大還有墨西哥來舉行。上千萬名的觀光客以及那麼多的一個賽事，為期1個月的狀況，我真的希望不要有任何事情發生，而能夠怎麼樣把這個世界杯對內平和的辦理落幕。對外美伊戰爭是不是有機會再做溝通？這當然就要看川普總統以及伊朗當局的智慧。伊朗很辛苦，但是時間、空間對伊朗都有利。那川普今天的動手，當然不是因為那架阿帕奇，阿帕奇大概連它的上面的地獄火的導彈16枚全部算進去，我幫他算了一下，大概。邊整個完整的滿打滿算，大概3500萬美金，3500萬美金，美國被打下了25架的 MQ9 的死神，每一架就3000萬美金，打下的一架 F35就1億美金，加上加油機啊等等這些預警機，那個呢美國的戰損是非常嚴重，那架阿帕奇呢並不算什麼，何況飛行員是活的，阿帕奇只是個借口。那個阿帕奇是不小心被撞到的，伊朗都還特別解釋說，我不是瞄着你來的，但是呢，你看到川普呢，都還急着拿着當借口，就是呢要採取一些的軍事行動。當然，川普的攻擊必然會引起呢伊朗的反擊，因為真正的原因就在於伊朗跟美國看起來已經談得非常僵，這個是呢完全的絕對的僵局。伊朗的態度很清楚，就是你要先答應我三件事嘛。第一個，你要立刻呢解除對伊朗的港口的封鎖；第二個，美國必須無條件解凍呢你扣押的伊朗的數百億美元的海外資產；第三個，要求美國單方面呢撤銷呢因為過去協議所造成的經濟損失要進行補償。這3個條件呢是伊朗說出來的談判的前提，但這3個條件美國只要答應了，川普就不用混了。川普基本上面呢，現在面對的是一個伊朗開出來的喪權辱國的條件。你2戰之後啊，你大概從來沒有看到過哪一個國家在跟美國打交道的時候呢，敢用這麼高的姿態。那伊朗現在反正呢，就是處在這個呢死豬不怕開水燙的狀況。對於川普來講，川普想要幹什麼？川普幹嘛惱羞成怒？這個禮拜在美國。除了孟，因為我剛從美國回來，除了孟凱講的現在的世界杯的足球賽要開踢了，而且這次的世界杯的足球賽裡面還有伊朗，伊朗呢在今天的在開場的那一幕，伊朗進場的時候呢，所有的觀眾呢跟其他的47支球隊
用怎麼樣的姿態呢去歡迎伊朗，那個對美國來講呢，都會是鏡頭前的羞辱。但是除此之外，本周呢，其實對川普來講最重要的，也不是世界杯足球賽，也不是呢尼克呢會不會贏，最重要的是他要過生日。今天6月11號，6月14號是川普的生日。川普這次呢是呢花了一大堆的功夫，要發行鈔票也好，然後呢要辦他的在白宮裡面花6000萬美金去辦他的這個摔跤比賽。川普其實一直在為他的80大壽呢在做各種的準備，但是呢，我認為川普是非常呢缺乏呢就是那種的同理心的。他剛殺了人家的爸爸。今天呢，伊朗的最高的精神領袖的爸爸被你殺了之後呢，到今天還沒下葬，6月25號呢才準備要國葬呢。他爸爸都還沒有下葬，我管你要過80大壽，我要是你今天殺了我爸爸，我告訴你想過80大壽，我每天呢一定跟你搞。所以呢，川普希望呢大家安靜一點，讓他80大壽呢過得風光一點。但是呢，那是不可能的。簡單講，你這次看了這次衝突之後，他大概接下去結果就2個，第一個是美國跟伊朗絕對不會大打，不會有第3次的所謂的波灣戰爭，但是也絕對不會呢停火，接下去呢就打到大家累了為止，談談，又談又打，又打又談，那就目前這個情況，休息一下再回來。好，这是为了日菲这個航權他們的協議呢，這個因為我們動作比較慢，大陸就派他的什麼巡航艦吶，什麼各種艦吶，跑到我們東部去。然後我們看到的消息，按照我們的這個海巡署他們發布的消息呢，是大概有3次4次，老共呢這對這個經過的商船喊話，就大陸自己他們說結束了，點驗船舶198艘次。奇怪，這什麼198？他到底點驗哪些船？跟他喊話，你已經進到我的這個什麼領域了，進到我的經濟海域了，你是哪一國？就是問嘛，詢問。他等於這是我的主權，好像變成他的，在問人家的這個商船198艘次，也許有的船一艘2次，那我們怎麼才說3次4次呢？那剩下190其實怎麼？我們第一個是我們裝傻不告訴你，第二是我們根本不知道，因為海那麼大嘛，他幹了什麼你也不知道。你也沒有去注意，這是很讓人家心頭一驚啊！真的心頭一驚啊！198次，那這表示什麼？是不是好像對他來講已經把你統一了，你變成他的了？台灣海峽也沒有了，只有變成東部海域了，變成你台灣海峽變內海了，到底怎麼回事？訊號1，它是常態管轄你了，所以198次啊。訊號2說這次還在測我們東海的深度。底下有什麼多深，一起給你測量了第3個把台海去掉了，對，台海已經沒有了怎麼回事？到底怎麼回事啊？那國台辦說呢，這是叫做正義之舉，而且將來要持續加強管控那另外呢，這個吳釗燮說呢，這講些廢話，說你們這些商船呢，拒絕回復中國海警的呼叫，不要理他。你自己想想，你如果是一個商船。你在那個海上，突然他那個武警啊什麼都來了，跟你喊，你不理他，那他萬一跟你開火，你怎麼辦呢？你怎麼知道會怎樣呢？你自己想，如吳釗燮如果自己是一個商船，不管你不是台灣跟我喊，我不理你，敢嗎？你要冒這個險幹嘛？你也不去回答他一下嗎？我是哪一國？我怎樣？我船上載什麼東西？好，你走吧。你回答還是不回答？所以這種拒回中國海警，我覺得這個不現實啦。事實上真的不現實，就像荷姆茲海峽，對不對？伊朗說我封鎖了，為什麼船不敢通過？你要通過嗎？你是船長，你又不是老闆，那船上的貨也不是你的，你要冒那個險被人家打沉嗎？你自己想這個道理嘛。我若船長，你叫我不通，我也不通過啊，反正貨也不是我的，我怎麼辦？我拿着命去換，萬一船打沉了，整個貨也都毀了，我跟誰交代？對不對？所以講這些都是，不講些什麼鬼話哈。那這個管碧玲說，海上勝負不止比船大，讚美我們的海巡不撞船，這個完勝挑釁才是真本事。那你去撞船啊，你再去撞啊，不撞，就換說
你根本就也沒辦法嘛。他的船也比你大，他1萬噸，最小6000噸，我們4000噸，你要怎樣呢？火力也沒他旺，船噸數也沒他大，船數也沒他多，情況就是這樣嘛。所以你要先去啊。為什麼講你先去？你不去，他去了，還說你廢弛職務，為什麼你不去呢？以後還有沒有台灣海峽？大陸是說近海治理模式啟動，把台灣東部納入管理。當東部都是他的，這還算什麼呢？意思就是這樣子哦，這就變內海了嘛。它外海是這裡啊，哦，那大陸說，而且這是補齊了台灣東部海底的地圖。哦，他這次還有特殊的命令，就要看看那個海底在怎樣，哦，等等等等哈。那說日本呢，想的是3海聯勤，東海、台海、南海，把它聯動起來，3海聯動啊，聯動起來哈。說呢而且把很多其他的國家也拉進來，哦，就變成把這個地方變成一個國際共管的一個海，3個海哦。菲律賓外長說，他不管大陸的反對，他要繼續推進菲律賓、日本海上划界的談判，繼續談，管你大陸反對。看一下，中國海警在台灣島以東海域依法開展執法巡查，是對日非嚴重侵犯中國領土主權和海域權益採取的必要行動，並將持續加強對有關海域的管控。洪偉。其實從這一次日本菲律賓聯合聲明說要直接在這個台灣東部海域劃界之後，那我們大部分的反應都是針對中國大陸，然後聲音都很大哈，從總統府、行政院這個不像講吳釗燮或者這個海委會，可是我們的做法第一個就是抗中抗中一定把它拉到最高。但是能不能保台呢？可顯然沒有啊，因為到目前為止，現在是中共自己宣布啊，他們結束了整個的這個東部海域的執法，好像是他們宣布才能夠停止。然後呢，巴哈管理必林都說，哎呀，我們這最高策略啊，我們沒有撞船，所以我們是完勝。這不是阿 Q 精神嗎？不然你自己去撞船嗎？你就會認為說他那個什麼，他不應該到這個我們的東部海域來，你就給他撞船。他現在講說我們要撞船，但是呢，我們好像這個還是完勝，這都非常奇怪的事。或者吳釗燮的說法也是自欺欺人嘛，他就告訴國外的商船說，你們不要理不要理中共只有我們這個中華民國台灣的這個在執法，你們才要理我們。那結果人家也不會理你。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到現在為止對於中國大陸來講，其實他再一次的去執行了所謂的台灣海峽內海化，就是剛才所講的台灣海峽，他已經把它當內海，他現在執法範圍已經通過台灣本島到了台灣東部的海域。那這樣子其實事實上是破壞現狀哦。過去在這個台灣台海之間，我們過去說有所謂的海峽中線，海峽中線已經被破壞了，它早就不管是軍艦也好，軍機也好，早就突破這個海峽中線。結果呢，破壞現狀，我們好像也莫可奈何。那尤其這一次，其實我覺得我們最應該注意的是誰的態度。不是台灣去怎麼樣的去抗議，也不是中共怎麼樣的就是突破，就是把這個台灣海峽內海化。最重要的是美國的態度。美國到現在為止，官方的反應是什麼？他的反應就說，他鼓勵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鄰近國家的爭端。好，到此為止，就是針對中國大陸這一次有關於日菲要劃定這個專屬經濟海域，美國對於中國大陸的做法就是這樣子。說鼓勵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你這些爭端，所以這代表什麼呢？這代表美國認可了嗎？代表美國也不會抗議，也不會制止。那我們當然現在有一些報道是說，美國也希望中國大陸適可而止不要再繼續這樣子。可是，在官方的這個態度來講，其實非常的低調。這代表什麼？我剛才講說，其實台灣海峽的內海化，事實上已經破壞了現狀。大家都說要維持現狀，美國也說，哎，我支持維持現狀。可是，請問一下，美國這是現狀嗎？沒有，已經被破壞現狀。我剛講，從
海峽中線被破壞，現在到了東部海域，所以我們一天到晚在講，哎呀，美國還是一樣啊，這樣子很支持我們呢、啊。這是什麼？這也是4個字：自欺欺人。所以我覺得從這件事啊，再去對照那時候包含的川習會，還有川普的說法，到現在中共大拉拉的直接在台灣東部海域來執法，我們除了用這個就是用口頭的，或者一直不停的抗議，不停的罵中共，結果呢，他照樣在做執法，而且你會覺得到此為止嗎？不會。因為美國事實上非常低調，我覺得像這樣子，未來他在台灣東部海域的執法，未來會成為一個常態化，這才是應該我們提高警覺的。那位置，我想在這個我們東海地區的這個爭議哈，像我們過去跟台日在馬英九時代2013年的時候就有簽訂這個台日漁業協議，也就是我們最在乎的就是我們漁業的權益有沒有得到被保障。所以那個時候簽訂協議的共識就是在這些經濟海域當中，我們擱置的爭議，但我們共享資源。那我想要請大家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想。假設在2013年的時候，我們跟日本在談，剛開始談，哇，菲律賓的漁船就來了，菲律賓的公務船就來了，菲律賓的這個海警就來了，就說你們不能談，你们不能谈。如果是這個角度，我們台灣也覺得那不豈不是莫名其妙？今天是我們跟日方在談，我們希望可以擱置爭議，我們希望可以保護我們的漁民。那今天是日本跟菲律賓在談，我認為有一個前提，我想這個大家都有共識，也就是日本跟菲律賓談不能夠影響我們自己漁業的權益，也就是不能夠影響我們之前跟這個日本簽的，也不能夠影響我們跟菲律賓簽，所以他們簽的過程跟內容，我們一定是要密切的掌握。那可是我們看到，現在日本跟菲律賓正在談。剛才洪薇委員有講那個關鍵哈，他說破壞現狀。我們想，那到底他們談是破壞現狀，還是中共直接用強硬的執法才是破壞現狀？其實剛才洪薇委員已經給我們答案，他說中共這個舉動就是破壞現狀，破壞區域和平，也破壞我們的穩定。所以現在大家講說，那到底該怎麼辦？抗中保台。這件事情，我們絕對是要大聲的跟中國大陸來抗議，因為他們破壞的不只是台灣的主權、中華民國主權，更破壞了區域和平。那可是，到底我們要怎麼樣做，可以做到保台呢？我認同的是，保台這件事情很困難，現實當中很艱難的任務。所以無論是海巡署也要出動相關的船艦，好啊，去做一個相關的對等的不管是包圍監控，那我覺得對於保台，我們更要有長久之計。當然，所以我們希望我們持續的參與國際的協商，持續的參與國際的社會，我們希望用對話跟協議代替衝突，這才是保台。我們順着講下來哈，那所以說跟持續對話，那持續跟誰對話？就說你要跟中國对話嗎？還是跟日菲对話？還是對美國對話？我覺得現在的狀況，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民進黨不願意去面對這個現實，就是對我們要跟中國抗議，而且我們最擅長對中國抗議，我們從來都不擔心我們政府不會對中國抗議。但除了對中國抗議之外，那其他呢？因為這一次為什麼我們要特別注意到說，為什麼中國大陸有這個機會，他不斷在找機會。特別坦白講，他甚至是有時候是有點借勢借端，借了一個情勢，借了一個理由，他就來了。就像當初裴洛西來，給他一個機會，他因此呢打破了海峽中線，從此之後呢共機繞台。就像是去年美國賣給我們這個110億美金的這個相關的軍售，給了他一個理由，他的正義使命軍演就在我們東部的海域開始進行了，整個的軍演都過來了。他過去的話呢，10年間這個所謂的遠海長航，就是想要突破第一島鏈，來到我們的東部海域。但是過去都偶爾為之，去年就給他一個機會，今年呢日菲給他更好的機會，你們要這邊劃定海域，對不對？所以我就來了，我要維護你們台灣自己不維護，我來幫你維護你們整個的漁權。
海權，甚至可能你說是只有漁權海權嗎？他們可能借機要有更多的去了解這個日本、菲律賓可能在這個地方進行的軍事合作啦，進行的情報交換啦，進行的什麼海底地圖的探勘啦。那所以大家其實為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理由底下更多的一些軍事上的戰略上的一個目的。所以你給了這個中國機會，那誰給了中國這個機會？當日菲要進行相關的一個劃定的時候，他告訴過我們嗎？今天美國去跟這個習近平兩個對談的時候，他告訴過我們嗎？所以今天當中美可能要出賣台灣的時候，當日菲要出賣台灣的時候，他告訴過你嗎？當他們都沒有告訴你的時候，請問你懂得抗中，你懂得抗美嗎？你懂得抗日菲嗎？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問的是這個問題嘛，所以到目前為止看起來，我們幾乎已經因為日菲的劃定海域，給了中國一個借勢決戰的理由，可能要到我們的東部海域進行常態化。這次還只是海事船哦，這次不是海警船哦。這次是屬於交通部門，下次如果是武警部隊呢？如果是海警船呢？那很可能會是這個樣子啊。那如果是這個樣子呢？那你認為它空中突破海峽中線，不斷的共機繞台？海面上開始呢，這個整個台灣從西到以前是在西南海域特別長，現在是連東部海域都來的時候，那你覺得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呢？當海空在包圍台灣的時候，然後呢，你給了他一個機會，因為日菲說出為我們好，是為我們好嗎？是為第一島鏈好，要三海共管。當東海、台海、南海串在一起的時候，對他們來說，對菲律賓、對這個日本來說可能是好，那對我們是不是好？那如果就算是好，我們覺得我們不要單打獨鬥，我們不要只有台海，我們把這兩邊海都包進來，所以有日本、有菲律賓，還有遠遠的美國。那好歹還要跟我們講啊，有講嗎？你看那一天這個被賴清德被問到的時候，他是幾乎被這個媒體追着跑，他不講半句話。你看我們這個政府目前外交部跟這個海委會有回答我們這個問題嗎？我們知道嗎？日菲要劃定海域，告訴過我們嗎？一定要用這種敲鑼打鼓的方式嗎？一定要讓高調的引發這個中國大陸來這邊跟你抗議嗎？所以我們在從頭到尾沒有半個智慧的餘地，這是我們要問的問題嘛。今天如果說他真的為我們好，而且呢狀況是真的對台灣一切都好，那是一件事情。那如果不是呢？那萬一今天海事船在那邊什麼198艘，對不对？一個一個問。那如果今天是海警船呢？如果發生衝突呢？如果日菲跟這個共艦發生一些什麼摩擦呢？那如果發生一個戰爭可能危機呢？那在我們的領海可能打到最後台灣又是一個戰場，那我們都不用吭半句話嗎？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今天我們很會抗中，但是我覺得站在台灣的利益，我們講保台，你好歹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今天如果說日菲跨過台灣要劃定台灣的海域的時候，我們到底知不知道？我們有沒有辦法跟他討論說我們要表達意見？目前我們說我們要跟他表達意見啊，問題是日本、菲律賓理我們嗎？沒有理我們啊。那美國也一樣啊。今天如果說美國對我們很好，麻吉麻吉，那不是美國要賣台的時候呢？目前看起來川普是這個樣子啊，他沒有要管台灣的權益啊。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有什麼樣的籌碼呢？我們政府有什麼樣的立場呢？都沒有。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是為什麼到現在為止吵了2個多禮拜，大家還是沒有得到一個答案嘛？因為你沒有給大家答案嘛。日本、菲律賓說他們是2國，不牽涉到第3國。但是問題是，就在我們的區域裡面，他在我們的海域上，怎麼不牽涉？你這搞什麼鬼呢？而且禮貌上你也尊重我們一下，你有尊重我們，完全不尊重哦。那不過他派出來的除了公務船，他也有派海警船。我看這邊寫的是海警船、公務船包括海事巡邏船，反正各種船艦了。休息一下再回來。